所以 Apple Watch 到底会不会9月推出？那这次是哪一个爆料神人会比较准确呢？OK， 那我们今天会讲大致3个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会先讲到很多人询问的 Apple Silicon 的 Mac， 目前所得到的爆料消息所整理出来的是什么？那第二个就是很多人传给我，现在疑似有看到新的 iMac 设计，那就在苹果最近推出的广告里面看到的。那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最后我们会来讲到2个爆料神人的意见相左，所以我们到底会不会在9月8号这段期间看到 Apple Watch 呢？那我们就先来讲第一个，就是 Apple Silicon 的 Mac。那我就大致来整理一下，那让有准备要购买的人有一些心理准备。那目前所听到的就是2台，那第一台就是 MacBook， 这一台就是12寸的那一台，就是几年前停产的那一台。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就是非常轻薄，然后旁边只有一个 USB-C 孔的。OK， 那这一台其实刚推出来的时候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我一看到这个设计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点像当年看到 MacBook Air 的那种震撼。这一次其实这个机型也是非常适合放苹果的晶片在里面，因为这个机型没有任何的风扇。那以目前传出来的规格，就是说它可能还是会保留先前那个设计，那这一点我是没有问题，我很喜欢那个设计。然后第二个就是它还是只有一个 USB-C 的孔。那这个会是支援到 USB 4呢，还是会有到 Thunderbolt 4？目前还没有更确切的消息。那有一点我听到觉得比较可惜的一点，就是说它还是会沿用蝴蝶式的键盘，然后据说会是改良版的。那这一点其实我先前对蝴蝶式的键盘的印象一直不是很好，在使用上，在打字的时候，这个是一点。那第二就是它有非常多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我也能了解，在这种轻薄的外形，真的也没有办法放下剪刀式键盘，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有点取舍啦。如果你要一个比较轻薄的外形，可能就势必要配上一个比较不好使用的键盘。那我希望他们至少可以解决先前很容易故障的问题。然后据说起价会是在$799到$849之间。那这个价格区段其实就跟 iPad Pro 的区段有点接近。那可是它相对你会得到就是一个比较轻薄，然后真正一个笔电的使用的界面还有使用的方式。好，那下一个人家传出的就是 MacBook Pro 13寸。这个部分消息传出来的是说，它所要取代掉就是比较低阶的那2款。因为上次的更新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低阶的这2款，它所使用的晶片还是 Intel T8代的晶片，所以大家的预测就是说这2款是要将来被苹果晶片的 Mac 所取代。那其实在我个人的想法上，我是比较希望它整个产品线都取代啦，因为我了解毕竟是说13寸才刚刚更新，但问题是如果以我们目前对苹果晶片效能的了解，如果你更新的这个2款低阶的，然后它的效能基本上可能等同于高阶的第4代 Intel 晶片，或者是超越的话，那这样的意义大不大？为什么不整个产品线全部取代？还是他故意要留一款 Intel 的版本，让大家看到这个比较的差别？那我为什么不是那么喜欢低阶的这2款？就是因为它只有2个 USB-C 的接口。那以我个人本人在使用的话，大致上都会用到3个左右。我还是希望它要更新的话，就是整个产品线一起更新。或许至少在最高阶的版本可以让你做选择，你要选 Intel 的晶片呢，还是 Apple Silicon？ 这个方式是我比较希望看到的。那以目前看来的话，就是在设计上还不会有一个更大的改变。先前所期待所会看到的14寸的 MacBook Pro， 这个可能就是要等到明年。OK， 那再来另外一款，大家讲到就是 iMac， 他们所提到就是说可能会是24寸的那一款先得到更新，那说很有可能24寸的这一款在更新的时候，它就直接升级到苹果的晶片，然后做整个外形的改变。那这个就要讲回到现在苹果发的一个广告，我非常喜欢那个广告，它的内容非常的好。OK， 我建议大家都去看。其实在里面就是有一个部分有看到他们坐在办公室，然后有非常多苹果的萤幕在那边。那以那个设计跟厚度看起来，它很有可能是新的 iMac 吗？那其实在手机上看就是不是那么清楚了，那很多人都有传给我。那其实这一台的设计基本上就是先前的那一款苹果萤幕，那比对之后其实它的设计就是长一样，所以很有可能它就是用先前的苹果萤幕拿来拍广告，大致上就是这样子。那是不是代表说新的 iMac 的设计就不是那样？因为以我目前所知道，它的设计语言会比较接近那一款新的萤幕，然后会从那个设计语言方式再去把它改成新的 iMac。那这个是其实都是很多人的预期，因为关于新的 iMac 的设计一直都没有流出来，也没有更多人知道它会长什么样子。那所以讲回来，重点就是说，至少在广告里面的这一款，那先前有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所以在广告上看到的应该就还不是新的 iMac。那最后我们就来讲到2大爆料神人他们的意见相左。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 tweet。OK， 这边我讲到了2大爆料神人，第一个当然就是非常有名的 Jon Prosser， 那第二个就是爆料准确度非常高的 Love to Dream。
OK， 那它在 Twitter 上的名字其实是中文，就有没有搞错？我们先来讲一下他们两个爆料的准确率啊。Jon Prosser 大概是80%几左右，但是关于产品发表的日期，他先前是100%。那 Love to Dream 的爆料准确率，我记得也有90%多，就是非常非常的高。可是相对的，就是说他爆料的内容并不是那么频繁跟那么多，那可能就是说他的风格就是等到他100%确定之后，他才会来爆料。那上次影片我们讲到，就是说 Jon Prosser 有讲到，9月8号的时候会发生一些事情。那上次其实我有贴出来，他说 Something is happening on Apple's website on Tuesday, September 8. 然后他说在一个9点到12点 Eastern Time 的早上，这样去对照他先前的一个推，就是说他说 Apple Watch 会是在9月7号的这个星期发布。那我们这样对照起来，大家就预想说他这边讲就是 Apple Watch，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想，我也是这样想。那这边 Love to Dream 他讲的就是在 Jon Prosser 爆料完这个之后，他讲说这个月不会有新的手表出来。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怎么来看呢？ Jon Prosser 讲的日期是在比较早的先前的一个 tweet 讲到的，那他就是把每个产品大概在哪一个星期发布的日期全部列出来。但是 Love to Dream 又这样讲，然后准确率又那么高，那其实就有人在下面问说，那你这样是不是直接就去呛 Jon Prosser？ 并不对。那下面其实也有其他人或是爆料者讲说，我比较同意 Jon Prosser 的讲法。那也有人问说，所以现在就是你跟 Jon Prosser 的意见相左，那你们两个是要对赌还是怎样？那其实他们两个是私底下是有联络，那他们可能爆料的来源都不相同，所以现在这个现象就很有趣，因为先前还没有这种两个爆料很准的人，然后有直接当面的意见相左的情况。OK， 那所以你是 Team Jon Prosser 还是你是 Team Love to Dream？ 到底你觉得 Apple Watch 会不会在9月8号出来？然后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说，两款不同的 Apple Watch 已经开始进入量产。那这个消息就是从供应商那边出来的。那是说现在才开始进入量产呢，还是已经进入量产？那现在才开始进入量产，是说它会不会先发表，然后可能你可以买到的时间是再晚一点？这个我们就不知道，因为今年说真的，今年的状况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就算苹果先前所保证的说，今年底一定会有 Apple Silicon的 Mac 出来，那说真的到这个阶段我就觉得很难讲，因为其实现在我跟一个很大的供应商有聊到天，那他们有一个东西卖得非常非常好，也是苹果相关的东西。OK， 那他说他们非常想卖，因为非常多人需要这个东西，可是他们就是出不了货，因为他们就是拿不到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组件。我这边讲的东西并不是 iPhone 或是 Apple Watch， 这个就是一个已经现在在市面上的东西，他们现在生产不出来。他们跟我讲，就是中国那一端的生产链受到最直接的影响，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今年真的是状况很多。那 Apple Watch 会不会因为这样在 delay， 我也不知道，现在真的没有人讲得准。那我们就等着在9月8号那一天看看发生的会是什么事，因为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事情发生。那在苹果的网站上会有什么产品发表，我们就等那个时候就可以知道，在今天这个状况是 Jon Prosser 比较准呢，还是 Love to Dream 比较准 ？OK， 好，那今天也没有什么问题问你们了，可能就是大致上你们觉得站在 Jon Prosser 这一边呢，还是 Love to Dream 这一边？你们觉得 Apple Watch 会赶在9月初先上市呢，还是也会拖到10月发表会的时候一起上市？看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